来讲新闻，第456了。刚才咱讲到那哪儿了？你说到叙利亚啊，就是现在那个，我说啥来着？就是刚才咱们讲过叙利亚不是黎巴嫩真主党啊，就是当时呢，美国和以色列干进去了400人，干进400人这个特种部队，而且都是受过专业制训练的啊，直接干过去之后呢，200个人直接当场被干死了，直接被干死。然后呢，还有200人呢是想逃跑啊，这个那个冰冰，他还是一闪一闪的，你就别让他冲了。那没冲他总闪呢，总闪，这个一会儿冲一会儿不冲呢。你看你来看我这个，他就你看闪充电，他就不冲。你给他就是啊，你往下 ，OK。让它散热。开始咳了啊！充电宝不对称，不是我，这是我买了一个能边充电边散热的一个散热器啊，家人们，行了，就别整了，你就让它只充电就完事儿，不是只散热就完事儿，只散热。太阳能的不是太阳能的啊！来，老铁们，咱不墨迹了啊！刚才我说了，200个人呢，完了呢，有一部分美军80多个人都死了，就是逃回去那些以色列的士兵啊，我估计也没什么好果子吃。就是美军全死了，你跑回去，你寻思寻思，如果他们的好结果就不是以色列了，对不对？同意关键的给我扣波同意啊！还有袁世虎大谢嘛，你让我讲会儿呗，行吗？让我讲会儿，咱不能现在叮当456只是卖呀，咱得讲讲啊，是不是啊？让我讲会儿，过会儿瘾啊，没讲过瘾呢，好吧？所以怎么说呢？就这招是确实现在让美国非常难受。为啥？就像我说的啊，伊朗一招跟美国人就认怂，那就相当于是单方面切断他自己跟自己的小弟联系了。什么概念呢？就是跟美国说了，原本呢我确实是这个别人都听我的，现在我都跟你认怂了，我都要跟你谈了。是不是？那我小弟包括也门胡塞武装啊，什么伊拉克呀，什么以色列呀，包括不是以色列，黎巴嫩真主党啊，对吧？再包括叙利亚，那个整个都不听我的了，没招啊。所以说现在美国很尴尬在哪儿呢？就是原来啊，当伊朗说话好使的时候，他给伊朗一个人好处就完事儿了，但是现在兄弟们就不存在了，是不是啊？就是现在就是但凡要是反美武装，他都得给好处。就是哈马斯想要停火，他得给哈马斯好处；也门要停手，他得给也门好处。不用弄了，完事之后呢，也门再拿美国给的钱。我告诉你，也门胡塞武装绝对不带停手的。你别看现在他说在那个什么红海这个地方停手，不可能。红海这方面停手，第一个点就是他确实石油泄漏了，现在在整个红海的海面上得泄露了10多吨了，所以说必须得处理。也门胡塞武装没有这个能力，肯定得美国来帮他处理，对不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兄弟们啊，第二点就是他如果不收手，美国2个航母，一个是林肯号，一个是那个叫什么罗斯福号啊，他不可能进去，不敢进，不是罗斯福号。哎，突然间脑子蒙住了啊，2字的那个叫林肯号，还有个叫什么是罗斯福号不？哎，叫啥号来着？不敢进，他就永远打不着，你知道我的意思吧？打也可以打啊，不是杜鲁门啊。另外2个对，福特号，哎呦我的妈，这脑子，福特号航母和林肯号航母不敢进去，打不着啊，打着贵呀，对不对？所以说我估计也是个套，跟伊朗一样，你知道吧？也是个套，就说哎呀，我不动手了，你们进吧。所以说现在也没什么概念，就拿着美国人的钱，转头干美国的航母，兄弟们，就离谱他妈给离谱开门，离谱到家了，对不对？而且家人们最关键是什么事儿呢？朋友们，除了哈马斯，还有黎巴嫩真主党，还有伊拉克反美武装，几十支分支啊。老铁们，美国人咋整？现在美国整个都爆棚了，就要是不给钱，就是解决不了问题。最关键，有的人给了钱，他美国还给不，就是也解决不了问题。拿钱替人消灾这个事儿解决不了，但问题什么呢？现在黎巴嫩压根儿就不给美国面子，任何人都给面子，黎巴嫩不给，对着美国叮当456就干呢，说把你那臭钱给我拿开，我就要干，猛猛干你爹，猛猛干以色列。还有谁呢？还有伊拉克反美武装，完全不听劝，朋友们，就是要猛猛干你，干老美的美军基地，伊拉克阿萨德空军基地，兄弟们，前2天的时候干爆了好几架美国的飞机吧，包括美国的跑道吧，对不对？你说这美国怎么办？能不焦虑吗？有人可能会说了，妈呀，那拿钱劝不动了，那美军哪治他呀？毕竟是全世界第1大军事强国呀，你要猛猛干，你下场你干的整个中东的反美武装加起不是个啊。美国为啥不制裁呢？你干呀！哎，要是能制裁能强制就更不好使了，知道吧？因为什么呢？老美现在懵了，直接稍息立正8大敬礼了。为什么？他不知道自己该跟谁打，
你说你跟黎巴嫩真主党打，我没惹你老美呀，我干的是以色列呀，对不对？我干你美国人了吗？没干你美国人呢，你活该呀！你80个特工，你到我这来，你要斩首我家的这个大哥们，我不干你啊，对不对？那我是自卫呀，是不是？所以说现在不能打，而且最关键的是，美军3个航母战斗群，如果真要跟黎巴嫩叮当456干起来了，兄弟们，他能在哪儿干？他在伊朗门口搞行不行？肯定不行，对不对？所以说他最关键的，他得杀进红海，然后通过苏伊士运河绕道直接干到地中海，在伊朗那边打比伊朗的射程还远。伊朗本来跟以色列之间就1800公里了，你如果美国撒航母你停到伊朗周边干，老铁们，你就算猛干，它得是个巡航导弹、弹道导弹才能干到那儿。3个航母最多能带多少弹，对不对？而且还不是机，还不能下弹，非常考验的是后期补给能力。所以说兄弟们怎么办？只能杀进红海，通过苏伊士运河绕到地中海，然后才方便对黎巴嫩展开进攻，对吧？那么说到这儿，问题就来了，家人们，咋过红海呀？那红海那真是一片汪洋大海，真是刨根问底不敢过呀。因为那个地方有一个头子，这个头子就是胡塞色霍也门大哥，对不对？要先说你，那有人说了，那咋的了叔啊？咱就说了，美国是世界第1大军事强国，撒航母干一个也门，不轻轻松松加一块呀？不拿捏个小咖了提了小鸡似的呀，对吧？但是老铁们可以，如果你说撒航母，你真是跟美国胡塞武装不是也门胡塞武装叮当456干起来了，干了可以了。那到那个时候你真到地中海了，你撒航母能剩下多少不一定，对不对？你还有没有力气去干那个黎巴嫩呢？而且补给更难呢。咱说了，他有那个 C-13运输机啊，一个运输机能运多少弹？最多2-3个，对不对？再有就是什么呢？他美国打也门胡塞武装未必能打赢，现在，因为也门胡塞就是你大爷已经不是你大爷了，你大娘也已经不是你大娘，黑土不是原来的黑土，白云已经不是原来的白云了。你未必能打赢，因为也门现在是吃百家饭呢，谁都给呀，叮当456给呀，伊朗给，俄罗斯给呀，对不对？包括沙特都给呀，兄弟们，对吧？要钱有钱，要弹有弹，要炮有炮，要枪有枪啊！你们要知道，老美联合英国已经叮当456干了也门多少轮了？得有5、6、17、8轮了吧？对吧？17、8轮得有了吧？对不对？干成啥了？就这么荷台达地区都炸了20来次了，结果你看到现在，老美航母根本不敢直接干到也门附近的海域。要是真是去卖力干胡塞武装，你但凡真是地面干进去了，兄弟们，胡塞武装钻沙漠里，一个个跟地鼠似的，难打。说不定胡塞武装所在地区会成为第2个阿富汗。兄弟们，美国刚从阿富汗出来几年呢？还不到4年呢吧？对不对？不到4年呢，直接就又陷进去了。反正周围啊，没一个政府武装下场的，没有一个国家，没有拿国家形式下场的。你说黎巴嫩真主党是国家吗？不是。也门胡塞武装代表也门政府吗？不代表。伊拉克这个反美武装是伊拉克政府吗？也不是。叙利亚也不是啊，都是非政府武装，没法打呀，朋友们。你打人叫侵略，对不对？人组织打你叫什么呢？叫干死你，这没招。你们可能会说这也没啥事儿，对吧？也没啥事儿啊。最起码说美军的航母部署在这儿了，那战略威慑是给的足足的。哎，老铁们，你们要是这么想的话，你们就错了。而且家人们是大错特错。美军航母是厉害，但是他每天出勤都是要花钱的。朋友有人说能花几个钱？来，家人们，咱算个数学题。按照美国海军申报的预算，一个航母打击群，朋友们，一个航母打击群就是没有战斗任务，没有任何战斗任务，不发弹，不发这个不拦截，你就是溜达，咱就是说旅游去。一个航母打击群旅游溜达一天要花多少钱？你们知道吗？保守估计是1200万美元，就溜达一圈。而现在美军的阿拉伯海已经有2个航母打击群了，杜鲁门去了就第3个了，第3个在路上呢，而且还有个第7舰队呢，还有那么多军舰呢。所以说现在咱保守估计啊，又算数学了，对啊，保守估计，朋友们，现在为了威慑中东这帮反美武装，美国人一天最起码得花上，就是咱不说发导弹的情况之下，就啥也不干，就是溜达，一天4000万。其实老美也想过回去吧，要回家吧，
但问题是，如果老美直接相信伊朗认怂的话，回去了，他在中东的军事基地咋整？他在中东4、5千的美国大兵怎么办？谁来保护？而且伊拉克民兵这2天又逮住美军基地，叮当4、5、6一顿干，让他们小点声，叮当4、5、6一顿干。这是老美的航母都在中东的情况之下，这要是航母一退，温柔点说不定基地直接被一窝端了，对吧？所以说现在啊，老美已经是陷入到一场持久战当中了。关键是什么呢？老美还必须往里钻，不钻的话，美元霸权在中东直接没有了，不钻的话，真是直接就废了。美国的军事霸权在中东也没有了。所以说老美现在的局面叫什么呢？很尴尬，按下葫芦起了瓢，经济上、军事上、政治上3方面大势已去。老美现在最难受的一点还是什么呢？家人们，还是猪队友被刺啊！老美是怕啥来啥，不想被中东乱局困住，但是偏偏约束不了他爹以色列啊，好战好斗。本来以色列很好的去那个逐步蚕食，对不对？逐步蚕食地皮这个策划，老美的计划都给他弄好了，非不干呢，搞大规模屠杀呀，大规模屠城啊，专挑联合国工作人员炸，专挑难民营炸，专挑学校炸，专挑医院炸。现在好了，哈马斯、真主党、胡塞武装被国际公认为正义之师，真的。所以说就不明白多线作战。就是这个胡塞武装那个也门那黎巴不是那个内塔尼亚胡根本就不明白多线作战必败无疑的道理。在以色列的暴行触怒全世界的情况之下，朋友们，老美这个世界警察的形象严重受损了。这样全世界都在质疑美国霸权存在的必要性，知道吗？而老美对那个楼下小点声呗，谢谢。那个阿罗协调一下呗，实在是太吵。来，老铁们啊，接着讲啊。全世界都在质疑美国霸权存在的必要性，而老美对胡塞包括哈马斯武装进行军事攻击，基本上等于是参与到了这个哈以的战争当中。关键是这些反美反以武装并没有被老美吓着，反而是越战越勇。原本就不想重现战争的老美，现在不想都困难了，对吧？所以说这个内塔尼亚胡就是一个耿直小男孩。内塔尼亚胡为什么这么猛干？不是说想保住以色列，任何一个人，家人们就在他这个位置上都得干。但是现在内塔尼亚胡为啥呢？他想保的是自己的利益，甚至说保住的是自己的命，不惜通过战争来维持执政的地位，还把联合国全给得罪了。最牛的是什么呢？你知道以色列前一段时间把联合国定为恐怖组织了他真以为这个世界是海贼王的世界，家人们啊！联合国这个安理会啊，还单独点名批评以色列军队，说什么呢？说以色列现在是世界上最恶毒的军队之一，罪恶的军队之一啊！这不就是在说以色列现在已经引起整个全球众多国家的公愤了吗？最可气的是什么呢？以色列不知道吗？心知肚明，内心跟明镜似的。你看以色列把西方国家骂了个遍儿，老铁们，你想想，从去年的10月7号到现在，以色列说过咱们家一个不字吗？他说过东方大国吗？以色列太清楚了，自己能不能活还得看大国，对不对？还得看东方，得罪不起的不能得罪。他都骂他大儿子大老美了，他说过咱家一个不字吗？对吧？然后有人就要问了，说老美还能不能救他这个爹了？怎么说呢，朋友们？肯定是得救，肯定是要救，因为他失去不了，他没这个胆量。第一什么呢？以色列是老美在中东地区非常重要的盟友，与其说盟友，不如说是一个蝎子，歇在了中东。中东这个地方为什么这么重要？首先资源一定是占50%的啊，因为它是石油嘛，整个中东石油产量大国嘛，啊，大地区嘛。第二个也是非常重要的是什么呢？它的地缘非常重要。中东这个地方，现在我手边没地图，家人们，你们可以展开地图看看。中东是连接亚洲、欧洲、非洲大陆的战略要地，无论是海洋还是陆地哦，是连接亚洲、欧洲、非洲的战略要地。保护以色列意味着什么呢？美国保护以色列就是在保护老美在中东地区的重要支点。第二个，
现在老美国内拥有全球最大的犹太人群体，老美国会当中很多都是犹太人位居高位的，连老美的很多企业当中都是犹太人把控的。所以说这种影响力不允许老美放弃保护以色列。我告诉你，美国人曾经写过一本书，我这两天在听，叫《目标中国》啊。这本书上就写了，其实美国的敌人是我们吗？不是，我们的敌人是美国吗？不是，全世界敌人就是那么一小撮人，一共不到40个人，掌握着全世界的资本，都是犹太人，他们在操纵战争，操纵资本，操纵资源，操纵地缘，他们想让哪儿干就让哪儿干。你们没事的时候可以去听听这本书，非常非常牛，听完之后我都震撼了，真的颠覆我们所有的认知。我们原来活在别人的掌控当中，真的是家人们啊！所以说我们现在奋起一搏呀，真的是以一己之力搏全球之力量。所以这种影响力是不允许老美放弃以色列的，知道吗？第三，家人们，老美现在的经济负债，整个的国债达到35万亿，现在好像应该达到36万亿了，很可能马上都要40万亿了。要是离开了犹太财团的支持，那么如何维持老美在全球的霸权？怎么收割全球的财富呢？对不对？所以说一提到钱，全世界都顿悟了，老美可能也一下就悟了，知道吧？这不是吗？这两天老美又派沙利文来访问了吗？过来溜达来了吗？来是来了，还带了都是会说中文的，知道吧？有是驻中国大使馆的原来的那个高级的领导啊，也有说就管中国外事的一个什么什么小领导，反正带了6个人，全是会说中文的人，还有2个长期在中国生活的啊。其实这个事很正常，不知道为啥网上一堆人在讨论啊，直接把这事送上热搜了，我也不知道。我觉得完全没必要，就咱去了，咱也得带会说英文的，对不对？那咱反过来想，如果咱们的代表去美国，刚才我说，然后大家都会说英语，美国人会很惊讶吗？肯定不会啊。所以这个事怎么说呢？你别说他会说中文了，他就是会说点方言也没屁用啊，也不意外。不过还是我之前下的这个结论，就是沙利文来了没别好气儿，对吧？虽然说大家可能看新闻说什么沙利文也在讲什么5不1无1，对吧？但是这大家听听就完事儿了，真的不要看美国怎么说，一定要看美国怎么做。这话沙利文说了算啥呀？之前布林肯也说了，奥斯汀都说了，甚至去年香格里拉峰会老登小不拉就是小步快跑的见咱家大哥的面都说了，但是你看有用吗？美国人就是惦记咱家钱，知道吧？要不然他能说这个话吗？你们想是不是这个事儿？反正啊，现在我们是不着急，美国厚着脸皮提钱这个要求，龙哥不带跟他客气的。而且兄弟们，我告诉你啊，这次他来了，不仅提钱了，提到了地区和平安全。什么概念？让龙哥留点情面，留点情面，千万别下手太狠。昨天新闻大家都看见了吗？咱们某国某方某部门发言人讲话的时候一点情面都没留，沙利文都还在北京没走呢，直接对着谁呢？封侯的一顿警告。怎么说的呢？原话不太方便说，但大概意思是什么呢？就忍无可忍，无需再忍，并且就再次要求说菲律宾赶紧把你家那个破船给我拖走了啊！就在那个仁爱礁那个不是仁爱礁那个先滨礁那个破船，就这事儿啊，看似是在训飞猴的，但实际上是跟飞猴的有关系吗？明眼人都能看到，你早不说晚不说，为啥在沙利文在北京的时候说呀？借杀鸡儆猴，对不对？隔山打虎，打的是你美国人的脸。所以怎么说？这次美国来咱们这儿，原本是想借钱的，最后倒了个大血霉了，真的直接过来啪啪一嘎子一顿丢脸。而且就按照这个局势走下去，后面啊让老美丢脸的地方，我告诉你那还多的是，多得很，你们就看好戏吧。那么说完这个，咱再接着说，最近一段时间这个中东局势很猛烈啊，很多老铁都问我一件事儿，怎么伊朗还不收拾以色列呢？他咋就这么不着急呢？对吧？然后还一大堆人跟我说伊朗怎么这么怂呢？啊，是不是给人家内部渗透完了？我只能说家人们啊，这样想的话，你们就没看懂这个局面。这就好像我最近啊，我就刷到一个修牛蹄的，就是我老爱看这种老姐啊修牛蹄的马蹄的那个视频，结果屏幕上面总有一堆人问说，修蹄的修这么深，马不疼吗？对吧？我看我都想笑了，人家修的是牛蹄的，马当然不疼了。同样的啊，以色列打的是小巴，巴勒斯坦是阿拉伯人的国家，对不对？咱老问伊朗这个波斯人国家着不着急呢？小巴根本就不是伊朗家的亲戚，知
知道不？他是中东这么多阿拉伯人的亲弟弟亲哥哥，那这是叔辈兄弟，跟那个这个伊朗。所以你说从道理上来讲，真正应该着急的是谁呀？对不对？我就这么跟你们讲啊，这么跟你们说，你有兴趣你去互联网平台你翻一翻，这那些波斯人对于阿拉伯人的评价，波斯人基本上天天就喜欢强调一句话，千万不要把咱伊朗误认为是阿拉伯人，这是极大的冒犯。他们阿拉伯人没有什么文化底蕴，咱伊朗是文明古国，波斯文明那是超级辉煌的，不一样的，这都是人家的原话。说白了，看起来是看不上阿拉伯人，对吧？所以说你觉得这样的气氛的伊朗家们会替阿拉伯人去出大血吗？我今天说的可能有点太过真实，太过露骨了。打以色列可是个大工程，朋友们，霸权他是霸权他爹呀，打狗还看主人呢，斗人家爹那成本是非常大的，对不对？至于说伊朗被渗透的这个事儿，朋友们啊，我前面已经聊过了，说的非常详细了，不展开了。今天咱说点更劲爆的分析，好不好？伊朗还有一个不愿意动手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你要充分理解现状。现在这个状况之下，你不要觉得伊朗好像被天天打脸，他就活得很憋屈。我跟你们说，现在此时此刻是伊朗近代历史当中最爽的时刻。同意我这个观点，能看明白的给我扣波一来，能看明白的扣波一。伊朗现在此时此刻是近代史上最爽的时刻。首先咱看一下地图，你就发现了伊朗在中东这个地方是相当孤立的，相当孤独的。为什么？我说他是波斯人，他原来跟沙特不好，原来跟阿拉伯人不好，他被阿拉伯国家基本彻底包围了大半边，知道吗？而历史上的阿拉伯人家们和伊朗一直都不对付，关系很差的。这也是为什么伊朗是历史上被阿拉伯国家给征服了，全面强制改信阿拉伯教这么久了，一直到现在。如果说现在伊朗放弃阿拉伯教的话，那他周围一大堆阿拉伯国家只能恨他，更恨他。所以说做人啊，要会从大局上思考问题。很多人没有意识到，在中东这个地方，这是很需要的，需要那个一个身份的。有这个身份，相对于来说是要拉近很多距离的，实现外交破局的，对吧？是对自己国家的一种保护。给我拿瓶水吧。而伊朗之所以搞这个什叶派之狐啊，高举解放巴勒斯坦这个大义，这个本质上也是服务于什么呢？他本国的利益啊，是一种非常优秀和高明的举措。包括战略啊，因为阿拉伯国家近代呢，它的萎靡不振的，基本上就可以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呢是被美国给打残了啊，又穷又残；另一种呢是富得流油，但是全面的就被那个霸权给绑定了，被霸权给驻军了。比如说像沙特。所以说，实际上家人们啊，伊朗举大旗之前，巴勒斯坦没有外援任何的指望，懂吗？放眼望去啊，整个阿拉伯兄弟国家没一个能靠得住，到现在也没一个能吱声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中东阿拉伯各个国家老百姓就服气。基本上你去任何一个阿拉伯国家，民间老百姓是非常支持巴勒斯坦的，朋友们啊，巴勒斯坦的。所以说阿拉伯世界没有挑头大哥，这就导致一片散沙，没有一个人站着说话。沙特偷摸给点钱，对吧？后来伊朗就站出来了，说这么的兄弟们，我当这个挑头大哥，这样就收获了一大堆的小弟，对吧？比如说像伊拉克民兵啊，黎巴嫩真主党啊，胡塞武这个那个也门胡塞武装啊，叙利亚政府军呐、巴勒斯坦的哈马斯等等，甚至能靠着这些忠心耿耿的小弟，直接组成一个什么叫什叶派之狐，又叫抵抗之狐，把死对头沙特给反包围了。沙特原本想通过武力破局的，结果无可奈何，王爷兵们实在是不能打，真的硬生生被伊朗的小弟也门胡塞武装打得丢盔卸甲，让大量的美械的这个美械的机师啊，包括什么武器啊，被胡塞武装直接给缴了。后来兄弟们啊，就是沙特发现实在是打不赢了，就只能选择跟伊朗和解，与胡塞武装和解。
啊，大家还记得我们斡旋沙特和伊朗和解吗？那就是因为沙特发现自己实在是打不赢，连也门胡塞武装都干不赢，你干伊朗能干赢吗？所以最后老铁们也只能和谈，但是别人劝好使吗？不好使，只能是我们是大手的。如果说沙特阵营这边的实力超过伊朗这边，那后面都不存在了，不存在什么和解，有可能重新开一局，甚至仇恨上千年，懂我的意思吧？然后老铁们我们把逻辑捋顺了，那沙特为什么搞不赢伊朗？一方面是因为王爷兵不能打，怕吃苦，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什么呢？伊朗在中东组织的一帮兄弟把沙特在这个棋盘上彻底给堵死了。你看看沙特头顶上上面右半边下面就是沙特右半边这么一大圈啊，一大圈几乎全都是伊朗的人。如果说沙特敢对任何一个战略直接点对点的打击，他们其他的地方防御全部都空虚啊，全部空虚，最终导致什么呢？沙特顾头顾不了尾。感谢啊，感谢陕美飞哥啊，感谢你啊，咱不用送礼物了，留点钱买大蟹啊。那么在伊朗的这么强大的威慑之下，最终沙特选择和伊朗和解了。沙特现在呢是主流阿拉伯国家的大哥，那既然大哥点头了，周围的逊尼派呀，包括阿拉伯国家呀，也都会跟伊朗慢慢的开始缓和关系。所以说现在伊朗的外交途径在整个地方有个极大的改善。而这一切的支点，朋友们是什么？这一切的支点是巴勒斯坦需要大哥。同意我观点扣波一，伊朗能够立棍，一切的支点是巴勒斯坦需要大哥，并且阿拉伯世界一盘散沙，要么穷要么不能打，对不对？反正关键时刻没一个出来顶包的，没一个出来扛大旗的，所以最终呢这个确实是匡扶汉室，是不是啊？就是落到了伊朗手里面。伊朗靠这个解放巴勒斯坦这个一带诏，在周围阿拉伯国家一呼百应，迅速有一帮勇士就表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呀，对不对？现在众将士任凭伊朗大哥调遣，于是伊朗对天怒吼一声，将士们听令，速速大兵集结，哎，随我一起讨伐蚁贼，匡复巴勒斯坦。看见没？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非常诡异的地方？我前面跟大家分析过了啊，伊朗它这个国家是波斯人组成的，它不是阿拉伯人。而且说实话，有兴趣你们可以看一看就相关的那些社交的舆论，你会发现他们挺看不上阿拉伯人的。那怎么现在突然替阿拉伯人出头了呢？这就是我前面说的，这是人家服务于自己的国家战略而已。这个战略是什么呢？通过祭出解放小巴这个大旗，笼络中东地区的广大英雄豪杰，成为自己的帐下猛士，以这个尊王攘夷的名义去扩展伊朗地区强国的破局之道。就好像东汉末年无数英雄豪杰崛起，这些人哪一个不想打着匡扶汉室的名义啊？实际上做的什么？做大的是自己的势力，借机会招兵买马呀，对吧？所以为什么伊朗始终不愿意自己出手？兄弟们，这回明不明白？因为一旦出手本末倒置了。现在这个局面是伊朗在后面，然后他让自己组织的这一帮阿拉伯的小弟在前面拼，在前面头破血流，这些人在前面打的战绩越多，伊朗在地区博弈的筹码就越多，这也是剧本上写好的。你以为他要这些筹码干啥呀？人家拿着这个筹码当然是要换自己本国的前途的，兄弟们也要话语权的，懂我的意思吗？大家都知道现在伊朗最新的态度啊，是哈梅内伊又开始主动提议和协议了。伊朗这方面是非常像大毛的，但凡有点机会，他跟东方大国好是不是真的？是真的。想不想跟美国凑近乎？也想，也是真的。前脚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才在伊朗的首都被暗杀，兄弟们，后脚伊朗不但没有实质性的猛烈报复啊，虽然说也是剧本吧，还一直强调自己这边要克制，对不对？想去那个这个换筹码换前途。而且就算伊朗要象征性的报复，兄弟们，每次报复大张旗鼓的通知对方，相当于通知让对方准备好啊。不仅是这一次，朋友们，几乎每次都一样。而且从前半年到现在，伊朗一直就在和霸权私底下秘密会谈，具体说啥了我不知道，反正私下沟通一直没断过。所以兄弟们，综上所述，把我上面所有的观点给大家串起来，大概有一个总结。第一，伊朗是一个外部环境在中东非常恶劣的国家，它的周围绝大多数都是阿拉伯人，
而伊朗是一个波斯人的国家，波斯人跟阿拉伯人历史上是有血海深仇的，这方面非常复杂，咱不讲了。第二个，一个统一的阿拉伯世界对伊朗是致命的，这个我说的太深了啊，我说的太真实了，有点露骨了。一个统一的阿拉伯世界对伊朗是致命的，如果周围的阿拉伯人全部统一起来成为铁板一块，他这个异族人就彻底被包围死了，这辈子别想在中东翻身，懂不懂？第三个，阿拉伯各个国家现在处于历史上最虚弱的状态，一盘散沙。沙特虽然是现在阿拉伯国家的大哥，但他只是把其中一部分阿拉伯国家团结起来了。伊朗要和沙特来对阵、对抗、对衡、对等，他就是必须在中东这个地方想办法团结一批人。但是朋友们，周围全是阿拉伯国家，凭啥听你伊朗波斯人的号令啊？那唯一的方法就是祭出尊王攘夷、匡复汉室的旗号，高举解放小巴大义之举。同意不，老铁们？换句话来说，我就想告诉大家什么？解放小巴是伊朗在被外族包围的情况之下一种突围的手段。我今天讲的露不露骨？我不想讲，我怕有事儿，你知道吧？我最开始跟大家说过，如果不是说伊朗领导的什叶派之狐彻底压制了沙特，但凡沙特稍微对伊朗有点优势的话，那沙特根本就不会跟伊朗和解，和解只是沙特没办法，整不赢，恰恰好遇到熊猫了。我就举个例子，最开始沙特是想把伊朗给压死的。沙特当年警告伊朗到什么程度了？当年朋友们有个事儿啊，后来被证实是假新闻，但是刚开始大家不知道，那个假新闻的内容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卡塔尔老铁们承认伊朗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中东强国，对伊朗怀有敌意是不明智的，这把沙特给气的兄弟们。于是2017年的6月5号，在沙特的带领之下，阿联酋、巴林、埃及、也门、利比亚同时宣布与卡塔尔直接断绝关系了。一上来就是搞得那么狠，沙特为首的阿拉伯联盟还发表声明了，说宣布开除卡塔尔。记不记得家人们？沙特对所有的兄弟国家都与卡塔尔断绝关系。你就看啊，当年这个力度玩的都有多狠，事后才知道原来这是个假新闻。但是你从这个事就能看得出来，朋友们，沙特内心呢其实对伊朗有多么的反感，看见周围国家说伊朗一句好话都不行。这里面咱也得补一句，为啥沙特要恨死伊朗啊？你们都不知道吧？抛开一些历史的恩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伊朗是一个选举制度的国家，沙特是君主制。伊朗当年搞的是革命，就是说把社会制度从王权变成民选。伊朗现在在和西方国家是一样的，用的是选举制。沙特这边是部落制度模式，就是哥哥死了弟弟当国王，懂吗？都还没有发展到叫什么子承父业这个地制呢。当然这几年沙特变化非常大啊，因为什么呢？王储小萨勒曼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强人，小萨勒曼非常牛，人格魅力非常强。你们读他的传记，你们就知道了啊。这个咱就不展开说了。但是伊朗就不管这个，后来伊朗就在中东搞各种意识形态的输出啊。你别看很多其他的发达国家看不上伊朗这一套，但是我跟你讲，中东这个地方这个版本算是比较先进的了，还是有吸引力的。所以说兄弟们啊，沙特就特别防着伊朗，免得伊朗的革命思想传进来啊，王公贵族们的江山就没有了。所以说中东大和解肯定是好事儿，但是咱也得意识到这个和解非常来之不易，是一种平衡的结果，懂不？双方历史上就很大的恩怨，再加上伊朗还是一个革命的体制、革命的制度，我跟你说，沙特但凡有点办法，他都不会留着伊朗。必须清楚的意识到，一旦双方的实力天平无法维持的时候，马上就不会和解了。对于伊朗来说，他一方面被包围的阿拉伯国家排斥，另一方面又被整个西方制裁，整的我跟你说真的特别难受，知道吧？所以说只能让我们就是伊朗强大起来。我今天终于把我想说的话说完了。所以说你们能看懂一切的话，你就会理解这个事儿啊。巴勒斯坦这个事情肯定是要解决的，但是解决也分快解决慢解决。对于伊朗来说，如果说这个事儿真的很快解决了，那阿拉伯世界的创伤就没有了，那中东也会趋于真正的和平。于是乎又回到那种什么呢？周围铁板一块，没有办法突破的这个状态。
兄弟们，懂我的意思吗？懂我的意思吗？9月份绝对不会降息，我告诉你，绝对，如果美国不降息，美国就废了，朋友们，真的，美国就废了。现在美国什么概念，朋友们？我告诉你啊，美国的概念，家人们，现在就是整个你存钱的利息比你借钱的利息高，给力吗，老铁们？老逗了，就是你从银行借钱再存进去，你赚钱，能不降息吗？不降，必废了，那它就废了，嘎嘎你废，懂我的意思吧？新闻讲完了，兄弟们。